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袭击力度，俄军遭遇重大损失。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化工厂，俄罗斯6大地区遭遇爆炸袭击。乌克兰袭击斯摩棱斯克航空厂，俄军防空系统击中民房。圣彼得堡火车系统受损，乌克兰战机空袭俄军阵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喀山军事设施，俄罗斯未能达成战术目标。乌军精准打击，24小时内摧毁2套防空系统。谢尔斯基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控制面积达到1097平方公里。俄罗斯机车被烧，油库被炸，通讯塔也被摧毁了。川普邀请俄罗斯反对派参加就职典礼，引发全球关注。3名朝鲜兵杀俄军5人，逃亡遭通缉。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1月21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63天。1月20日，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本土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初步报告显示，位于沃罗涅日地区利斯基的油库再次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这次袭击发生在上一次袭击后，油库已经燃烧了4到5天。同时，位于布良斯克以北的纽季诺沃地区的油库也遭到攻击，造成4个1000立方米的油罐受损。此外，斯摩林斯克航空工厂也成为无人机的袭击目标。俄罗斯监测渠道还记录到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以及萨拉托夫地区、恩格斯地区出现。自2025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频率和规模都有所加大，显示出乌克兰采用了新的战略，非对称作战，特别是通过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在战场上，昨天是普京设定的夺回库尔斯克的最后期限，但库尔斯克地区的马赫诺夫卡仍然被乌克兰武装部队占领。此外，乌克兰第6游击兵团还对库尔斯克地区涅奥尼多沃村东部3公里处的俄罗斯第34摩托化步兵旅阵地发起了攻击。在另一个方向，乌克兰第47旅和第82旅联手击溃了俄罗斯的大规模机械化进攻。仅在一次战斗中，俄罗斯便损失了3辆坦克、7辆步兵战车以及35名死亡和62名受伤的人员。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空军也参与了战斗，其中一架苏24战机发射了2枚 Scalp 1级导弹。在莱曼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反击，收复了先前被敌军占领的领土。第聂伯河前线，尽管俄军计划进行渡河作战，但目前双方主要通过炮火和无人机进行对抗。左岸的战斗主要涉及俄罗斯军事人员，而右岸则为大量乌克兰平民。根据乌克兰总参公布的数据，20日乌克兰军队击毙或重伤了1690名敌军士兵。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多个城市同时发动联合空袭。根据最新报道，1月21日凌晨，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鄂木斯克发射了约7架无人机。此次袭击的目标是当地的一家合成橡胶工厂，该工厂据称不仅是俄罗斯最大的橡胶生产商之一，还涉及为俄罗斯提供军需装备，因此被认为是合法的军事目标。爆炸声在化工厂周围响起，并伴随着大火，火势迅速蔓延，浓烟笼罩了厂区。现场画面显示，大量俄罗斯消防员赶往现场进行救援，但火势仍未得到控制，黑烟不断升腾。此外，乌克兰方面曾透露，俄罗斯军方经常将一些军事设施伪装成民用工厂。不久前，乌军曾空袭的坦波夫酿酒厂，后来被爆出实际上是俄军的火药生产基地。目前，俄方尚未对该事件做出正式回应，
战损情况仍需通过卫星数据进一步确认。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继续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展开空袭。乌军先攻击了鲍里索格列布斯克机场，随后又对利斯基的石油库发动了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油库此前已在16日遭遇过无人机袭击，火灾至今尚未扑灭。乌军的空袭再次加剧了火势，导致大火在第5天变得更加猛烈。据俄媒报道，利斯基上空出现了超过30架无人机的轰鸣声，俄方声称其防空和电子战系统成功击落了所有无人机，但有一架无人机的残骸撞上了油库，引发了新火灾。从火势和破坏情况来看，外界预计此次袭击造成的损失可能相当严重。乌克兰的空袭已经覆盖了俄罗斯的6个目标区域，战事依然紧张。乌克兰在夜间向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最新报告显示，俄军位于斯摩林斯克的航空制造厂遭到无人机袭击。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报道，2025年1月20日，乌克兰军队对莫斯科州西南的斯摩林斯克地区发射了大量无人机。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在城市上空听到了持续的轰鸣声，直到深夜才逐渐消失。无人机随后袭击了斯摩林斯克的航空制造厂，俄军部署在该厂的铠甲防空系统迅速启动，然而防空系统的反应似乎引发了额外的意外事故。防空导弹击中了附近的一座公寓楼，造成巨大爆炸和火光，照亮了斯摩林斯克的夜空。与此同时，航空制造厂也被无人机击中，厂区发生大火。这座工厂长期为俄罗斯军队生产和维修巡航导弹，如 KH-55 和 KH-59 导弹。这些导弹的射程可达2500公里，曾多次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显然将该厂列为战略目标。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末，乌军曾对斯摩林斯克的一个燃料库发起空袭，该库为俄罗斯的火箭和导弹系统提供能源支持，袭击后损失惨重。在乌克兰发起远程空袭的同时，还在俄罗斯境内进行了一系列破坏行动。最新消息称，圣彼得堡的一个火车系统遭到破坏。RBC 新闻引述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称，1月18日乌军成功摧毁了一辆 3M62U 型火车。此次行动由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工执行，他们事先潜入圣彼得堡并进行了数天的侦查。在18日的夜间，乌克兰特工点燃了该电车，并在拍摄了视频后成功撤离。视频显示，火车起火并迅速蔓延，火势波及了车站的其他设施。基辅方面表示，火灾已摧毁了电车的整个控制系统，导致其无法再投入使用。此前，这辆火车曾用于向俄军前线输送大量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这一事件，消息仍待进一步核实。然而，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工此前已多次发动类似的破坏行动。自2024年11月以来，乌军已经摧毁了多条俄军铁路线，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袭击频率较高。此次行动是乌克兰在2025年对圣彼得堡的第2次打击。1月10日左右，乌军还空袭了圣彼得堡附近的一座军工厂，工厂发生了大规模爆炸，造成大量物资损毁。在前线战场，乌克兰战机的参与也愈加频繁。视频显示，乌军战斗机从地面起飞，迅速向俄军阵地投下西方制导炸弹，随即爆炸，产生巨大蘑菇云。随着 F-16 战机的加入，俄乌双方在制空权的争夺中出现了明显变化。俄军的空袭频率开始下降，而乌军战机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空中。此外，近期有消息称，乌军第77旅在哈尔科夫地区成功击退了俄军的一次偷袭，打毁了俄军3辆装甲车。虽然俄军近期加大了对哈尔科夫的突袭频率，但目前尚未取得显著进展。1月19日夜间，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喀山的一座军用机场及飞机制造厂，图160和图22M3 型飞机在此进行生产与维修。同时，一所航空学院也成为了攻击目标。乌克兰军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防守不能赢得战争，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乌克兰是全球首个建立无人机部队的国家，我们正不断提升无人机能力，开发机器人平台和地面战斗系统。他还指出，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极大削弱了其军队的作战能力，仅在几个月内，俄罗斯的火炮弹药消耗量几乎减半。在红军村方向，乌克兰西部作战司令部司令准将弗拉基米尔·什维久克于1月19日视察了155机械化旅的阵地。他确认，目前俄军既未攻入红军村，也未包围该地。在库尔斯克战区，乌军进行了长达50公里的深入突袭，摧毁了俄军的一支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连。1月20日是普京要求占领红军村并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的最后期限，但到目前为止，这两项目标依然未实现。可以说，普京的要求未能如愿。俄罗斯电视台的评论员在1月19日承认，乌克兰的防御并未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崩溃。评论员表示，无论他们多少次宣称乌克兰的防御即将崩溃，奇怪的是，它并未如他们所料的崩塌或瓦解。根据乌克兰总参的通报，1月19日当天，乌军共击毙或重伤敌军1690人。乌克兰近期加大了对俄罗斯防空系统的打击力度，行动持续升级。据报道，乌军近日再度摧毁了2套俄军防空系统。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数据指出，乌军南方部队成功击中了 Buk M3 和 Tor M2 防空系统。这一战果让乌克兰南方国防军再次引起外界关注，因为早在1月初，他们便曾取得类似的成绩。此外，乌军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还摧毁了俄军的 S-300 防空系统和一套价值1亿美元的 Nibo SVU 雷达。自2024年底以来，乌克兰对俄防空系统展开了密集的定点打击，已摧毁超过10套防空武器。这些精准打击大大提升了乌军空袭的效果，削弱了俄军的地面进攻能力。在东部托列茨克战线，乌军继续顽强防守，同时第28旅的坦克部队成功袭击了俄军控制的一个建筑点，有效缓解了前线的压力。近日，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对外宣布，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控制面积重新达到1097平方公里。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发表了讲话，他表示，库尔斯克的战争虽然艰难而激烈，但乌军依然在库尔斯克州推进，乌方的谈判筹码正在增加。1月20日，俄乌战争进入了第1062天，乌总参发布战报，截止1月19日22点，过去一天里乌东前线共爆发了180场战斗冲突，其中88场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歼灭俄军1690人，伤亡比例1比1.1，俄军伤亡总数已突破82万人。在恰西夫亚尔托列斯克一线，乌军重新夺回了此前丢失的多个阵地。19日流出的视频中，俄军第11摩托化步兵团第4摩步营的伤员们向媒体控诉，称很多伤者还没有康复上级就把我们赶出了医院，要求拄着拐杖突击。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红军城外围战场上也出现了拄着拐杖的俄军。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1月19日接受战地记者安德烈·查普连科采访时透露了许多重要信息。他说，由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国防工业持续打击，俄军火炮弹药使用率几个月来至少减少了一半。他说，早些时候俄军每天发射各种炮弹达4万发，现在则低得多。他没有说具体数量，但从乌总参谋每日战报中可以一窥端倪，俄军现在每天发射的炮弹数量，包括库尔斯克战场在内，约为6000发左右。他说，乌克兰国防军正在尽一切努力防止俄军占领波克罗夫斯克。
这位将军强调说，他向全国人民保证，乌军将竭尽全力阻止敌人占领这个乌东重镇。据我们估计，俄军在过去1年中兵力损失达 43.4 万人，其中15万人死亡，这个数字比2022年和2023年俄军阵亡人数总和还要多。1月19日，乌军特种部队将前几日枪杀2名乌军战俘的俄军分队全部歼灭，并带回了8名俘虏。参与屠杀战俘的4名俄军中，1名连长和2名士兵被当场击毙，1人被俘。而就在同一天，乌军还在库尔斯克定点清除了俄军第22摩步团副团长叶夫根尼·季哈诺维奇中校，其在2014年侵占克里米亚半岛中表现耀眼。2025年1月18日，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 Rokia 电车厂发生大火，一辆用于为俄军提供后勤支持的 3M62U 机车被摧毁。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通过 Telegram 频道发布了这一消息，指出这辆机车在火灾中完全损毁，整个控制系统被摧毁，且无法修复。该机车原本用于通过铁路运输俄罗斯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报告称，1月18日晚间，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与其他军事部门合作，成功袭击了俄罗斯图拉地区的3月8日联邦国家机构。同一晚，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与其他部队共同发起了对俄罗斯卡卢加地区油库的袭击，并取得了成功。最近，乌克兰的破坏行动还包括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市附近烧毁一座通信塔。川普正式完成就职典礼，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在此次就职典礼上，他特别邀请了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霍多尔科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曾是俄罗斯的首富，但在2003年因多项罪名被莫斯科当局逮捕，并在监禁中度过了10年，期间还被没收了大量资产。2014年，霍多尔科夫斯基移居瑞士，并发起了开放俄罗斯运动，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反对派人物。去年1月，俄罗斯再次对他发出通缉令。川普邀请霍多尔科夫斯基参加就职典礼，令这一事件更具争议与深意。接下来，川普如何推动俄乌和谈，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据报道，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在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上表示，他将终结乌克兰战争，结束中东的混乱，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川普承诺在上任后会尽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当被问及他具体何时与俄罗斯总统会谈时，川普在华盛顿白宫说可能很快。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川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他不知道这是否也适用于普京。川普说，我认为如果他不达成协议，他就是在摧毁俄罗斯。我希望他想达成协议。当被问及他何时解决冲突时，川普说，我们将努力尽快完成。最近，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发现了一名朝鲜士兵的遗体，并从中提取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提供了关于朝鲜军队在现代战争中的作战经验与重要教训。根据军事专栏《军武自卫面》21日的报道，遗物中包含了多份关键文件，内容涉及朝鲜第94旅的作战经验总结与俄军指挥部的沟通记录以及日常任务安排等。特别是94旅战斗经验与教训一文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朝鲜部队与俄军合作中的经验总结和反思。此外，文件还揭示了朝鲜军队与俄罗斯空降部队司令部之间的会议记录，显示出两军在作战策略上的密切互动。文件内容透露，由于朝鲜部队未能充分理解和准备应对敌方的无人机战术，在战斗中遭遇了严重的无人机打击，尤其是在侦察和攻击阶段。小单位的集结成为朝鲜部队损失严重的原因之一。94旅战斗经验与教训中特别提到，
朝鲜未能有效摧毁敌方的无人机发射点和炮兵阵地，导致大量士兵伤亡。虽然朝鲜在战斗中迅速调整策略，将部队分散成小单位进行作战，但仍未能完全避免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教训凸显了现代战争中被无人机发现即被摧毁的现实，而朝鲜部队显然还未适应这一新兴战术。此外，战斗中伤员撤离和后勤保障方面的沟通问题也暴露无遗。尽管俄罗斯提供了后勤支援，但由于战斗形势变化迅速，伤员撤离效率较低，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这一问题凸显了高效的后勤保障和伤员撤离组织在战斗中的至关重要性。根据 X 账号 Alex Chen 的补充，乌克兰陆军发言人切普尔尼中校在接受 Politico 采访时表示，朝鲜士兵在意识到即将被俘时，通常会选择自尽，展现出坚定的战斗意志和不屈精神。朝鲜军人普遍年轻，体格强健，战斗力旺盛，尤其擅长操作轻武器，他们纪律严明，展现出了优秀步兵的素质。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朝鲜士兵都愿意成为炮灰。X 账号 Rainbow 7852称，3名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大索尔达茨克村击毙5名俄军后逃亡，目前他们仍在逃，且有人推测他们可能携带传单，意图越境进入乌克兰。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